青年为修炼铁砂掌，将双手置于铁砂中反复翻炒，可当他小有所成之时，却遭到日本浪人残酷报复，双手被废，再难习武。但青年并不信邪，反而更加刻苦锻炼手掌，直至尽力运转下，双手泛红，终于将铁砂掌练至大成。青年名叫赵志豪，本是老拳师宋武阳之徒。某夜，宋武阳遭遇袭击，虽一身拳法威势不减，奈何年事已高，力不从心，还是被对方利刃伤到手臂。宋武阳无奈叹息，自己早已年迈，又遭此变故，眼看明年全国武术竞赛就要召开，自己却已无法再教导徒弟赵志豪。为此，宋武阳只能拉下一张老脸，修书一封，让赵志豪转头去上武国术馆门下。孙馆长看过书信，命弟子中的大师兄试探他的武艺。赵志豪使尽浑身解数，却还是接连被掀翻在地。孙馆长见此，出言嘲弄，随口让他在厨房打杂。待他一言在后房挑水时，又猛然出手砸中赵志豪腿部，告诫他练武之人绝不能下盘不稳。赵志豪谨记在心，日夜苦练，打杂1年，让他的功力大有长进。待馆主再度出手考验时，已是能够身形敏捷，收放自如。1年的磨练让赵志豪洗尽铅华，孙馆长颇为满意，准许他开始正式练武。可赵志豪作为外人，平时难免遭受排挤，为首的大师兄更是紧盯着他不放，一气之使让他给自己打酒。对此，赵志豪沉默以对，前往酒馆打酒。不想百胜武馆的人也在此处，这些人向来蛮横霸道，当场出言挑衅赵志豪，见他并未反击，得寸进尺，将酒泼在他身上。遭此侮辱，赵志豪依旧默默忍受。消息传回，众人对他颇有微词。百胜武馆的保镖陈郎直接上门踢馆，不由分说，上来便打伤数人。大师兄腾身杀来，却被一脚踹翻在地，数次铁头功接连撞下，当场败北。陈郎气焰极为嚣张，知道孙馆长亲自下场，出手间尽是碾压之势，灭杀了他的威风。哪知陈郎还不讲武德，趁孙馆长松懈之际，以铁头功偷袭，之后得意扬长而去。赵志豪正欲追击，却被孙馆长开口拦住。赵志豪思考良久，平时他谨记2位师傅的教诲，从不与人争斗，但这一次他决意不再忍耐，径直闯入酒馆，找到百胜武馆的人马，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，将酒浇在了陈郎的头上。陈郎立时怒火上涌，迅猛攻来，招式间尽是凶厉之气。少时腾身而起，欲故技重施，未料赵志豪的头比他还要铁，相撞之下毫发未损。随即赵志豪抱起酒坛防护，趁着陈郎恍神之际，一套组合拳接连挥出，打得对方再起不能。百胜武馆大师颜面，大少爷开口威慑，赵志豪并未在意。消息传回上武国术馆，孙馆长虽口中责备他不守戒律，却又拿出珍藏的铁砂掌秘籍。他已是年华老去，如今赵志豪历经磨练，已初显头角，正适合传承他的绝学。自此，赵志豪废寝忘食，苦练铁砂掌。大师兄嫉妒他得到馆长真传，不由分说就要与他切磋。赵志豪并未还手，生生接下。大师兄欲痛下杀手，但碍于同门不得相残的规矩，只得作罢。而另一边，百胜武馆的吴馆长也收到了赵志豪修炼铁砂掌的消息。这吴馆长表面上仁义道德，实际背地里阴险毒辣。为对付上武国术馆，请来3名日本高手以作助力。他们首先打杀了1名国术馆弟子，直接扔进国术馆以作挑衅。孙馆长深知双方实力差距极大，喝止众人忍气吞声。百胜武馆因此变本加厉，趁大师兄落单之时一哄而上。哪知大师兄为求活命，竟主动投降。吴馆长知晓他记恨赵志豪，引诱他设计将其除掉。隔日，大师兄伪造书信，邀请他前往野外树林。赵志豪不疑有他，径直前往，顿时陷入了重重包围中。如今他的铁砂掌已有小成，普通武夫难挡他一掌之威。奈何对方倾巢而出，人手众多，赵志豪寡不敌众，当场落败。为了报复他，众人将他绑在树上，挥舞木棍连番挥砸，将他的双手打得血肉模糊。赵志豪被人救起，虽性命无碍，但双手已废。他平生只知练武，想要转行也并无一技之长，只觉前路断绝，一片迷茫。此时好友大明找到他，耐心激励他重拾信心。赵志豪重新回归武馆，孙馆长告诉他，铁砂掌本就是利用外力锤炼手掌，既然双手被废，那就不破不立，
赵志豪化仇恨作为动力，在他不懈的磨练下，铁砂掌功力反而更进一步。转眼间，国术竞赛即将开始，上武国术馆也在选拔一名参赛者。眼见大师兄无人能挡，就要胜出，赵志豪出场与其切磋。如今他武功更胜往昔，轻而易举拔得头筹。大师兄随即找上百胜武馆商议对策。吴馆长得知赵志豪明日就要前往比赛，而大师兄现今已经失去利用价值，随即过河拆桥，轮番动手，并将他的双眼戳瞎。隔日，赵志豪独自前往比赛现场，未料被陈郎快步追上。然而他并不是前来袭杀，反而是来传递情报。陈郎不愿与日本人狼狈为奸，严称那3名日本武士已埋伏在前方。为应对他们手中的武士刀，陈郎还赠给他一对双刀。赵志豪一声道谢后继续前进，日本武士果然袭杀而来。赵志豪手持双刀，且战且退，以迅疾之势快速斩杀一人，随后假装不敌，趁武士冲杀而来时抛出短刀，再接一掌将其毙命。最后的武士实力颇强，想要将其解决，势必要苦战一番。为免赵志豪错过比赛，陈郎让他立即赶往比赛现场，自己留下拖住武士。国术竞赛现场，比赛已经开始，孙馆长依旧在焦急等待。大少爷出手极为凶猛狠辣，一路高歌猛进。待轮到上武国术馆时，赵志豪依旧不见踪影。就在他即将被判定弃权的最后一刻，赵志豪终于及时赶到。以他现今的高超武艺，战胜对手自然不在话下。大明也带着宋武阳之女英英前来呐喊助威。等到最终决赛之时，便是由赵志豪对战百胜武馆大少爷。两人早已结怨，各自武艺又是出类拔萃，不时腾身对拼，擦肩而过，攻守之势不断转换。但随着赵志豪使出铁砂掌，双方比斗再无悬念，赵志豪成功赢得冠军。期望落空，吴馆长恶向胆边生，假意向陈馆长道贺，趁着混乱一刀刺中其腹部。等到众人庆祝结束后，这才发现陈馆长已经命不久矣。看着师傅身死，英英也说起自家变故。数日前，日本武士闯入宋家，杀气腾腾，出手狠辣，可怜宋武阳一代大师惨死当场，只有英英外出打酒躲过一劫。为了不影响赵志豪比赛，才隐瞒至今。一日之间，得知2位师傅离世，赵志豪势必报仇雪恨。待吴馆长带人回到武馆，消失多时的大师兄潜入其中，趁着黑暗反手将大少爷刺瞎，报了自己的悔目之仇。吴馆长出手想要将其击杀，不成想一收不住手，反而亲手将自己的儿子误杀，果真是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随后吴馆长愤怒将大师兄打杀，这时赵志豪前来复仇，此时的他心怀仇恨，全力出手，将所有拦路之人尽数灭杀。吴馆长也因儿子身死心灰意冷，知晓逃脱不了，举刀自尽。眼下只有一个仇人还未解决，武士适时出现，陈郎的首级也被他随手丢出。赵志豪心中杀意涌动，手掌泛起阵阵红芒，这是铁砂掌已经大成的征兆。武士持刀杀来，凭借着武器的优势，一刀划破其胸口。赵志豪并未硬碰硬，转而用起身法扰乱武士视线，趁其不备，一脚踢出，自身却又多了一道伤口。武士挺刀刺来，赵志豪只能应接，空手接白刃。眼见刀尖缓缓逼近，顺势一带，令其刺穿木柱，反手击断。这下没了武士刀的威胁，赵志豪得以全力出手。铁砂掌穿石断木，威能尽显，一掌打出，尽力透体而出，崩碎砖墙，再接一掌劈出，武士已是十死无生。赵志豪复仇成功，可他也失去了太多，只余下了一个天下第一拳的名号。